你好，欢迎收听陪你读书，我是主播杨杰。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《认同》。下面我们会用大概10分钟的时间，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。本书的作者有2位，一位是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终身教授约翰·科特，另一位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创新学院院长罗恩·怀特海德。这本书运用了故事场景和理论阐述来告诉你，当有了一个好的想法、好的计划，你要怎么做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同。接下来我将分成2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。第一部分，赢得认同需要避免的4个误区。第二部分，分析你会面对反对派的哪些抨击手法，对于这些手法你应该如何应对。第一部分，故事的时代背景是台式计算机刚刚开始在社会上普及，价钱还比较贵，只有那些比较富裕的家庭才用得起。在美国的一个小城市，当地的图书馆希望能弄来30台计算机，一部分用来管理图书的流转，一部分提供给来图书馆的人免费使用。但是图书馆自己的预算不够用。故事的主人公听说了图书馆的困难，从当地一家经销商那里拉来了赞助。这家经销商答应每卖出6台计算机给当地的家庭，他们就捐赠1台给图书馆。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么好的计划遭到了不止1个人的反对。在第一次公民听证会上，反对派成功地阻止了这个计划。结论是，主人公还需要再仔细地对计划加以论证。故事的主要情节发生在第2次听证会上，汉克先生应邀出席，帮助主人公从容应对，瓦解了反对派的凶猛进攻。最终，这个计划得到了绝大部分人的支持。在故事的背景下，为图书馆配备计算机算得上是当地一次不大不小的变革。作为这次变革的推动者，主人公有想法、有热情，但显然缺了点方法和经验。通过描述汉克先生为主人公出谋划策的过程，这本书总结了大多数人在推动变革、改变现状时可能会遇到的4个误区，而这4个误区正好分别对应了赢得认同的4个原则。第一个误区，认为好的计划会自然而然地赢得人们的认同。永远不要低估反对派的力量。可以说，每一次创新、每一次变革的背后，都潜伏着一场政治博弈。好计划和认同之间，那是远远不能画上等号。因此，做好迎接一场恶战的心理准备，这是赢得认同的首要原则。第2个误区，尽全力说服那些反对你的人。事实上，即便你使用再多的说服技巧，相当一部分反对派仍然会坚持他们的立场，但你也未必非要从他们的身上寻得认同感。当你放眼全局，你就会发现还有相对中立的第三方，他们没有预设的立场，即便有，也会随时产生摇摆，而他们的态度往往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。原则2是认清变革当中推动者、反对派和第三方的权力关系。当第三方的态度足以左右成败时，你一定要把第三方作为寻求认同的方向。第3个误区，把反对派挡在门外。且不说你会不会在这个过程中丧失程序上的正义，更重要的是，即使勉强通过了眼前的决议，你可能并没有真正获得第三方的广泛认同。处在第三方的位置，不仅会意味着他们立场相对中立，往往也同时意味着他们对你的计划无所谓，既不关心也不了解。没有关注就没有认同。赢得认同的第3个原则是，你要以开放的心态欢迎反对意见，以公开讨论的方式吸引关注。第4个误区，采用长篇大论的回应方式。长篇大论的方式不太适合用来回应反对派的抨击。当变革的影响面越广，你要面对的反对派就会越多，现场的反对意见也不可能只有那么1-2条。在这样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情景中，你要做的不是针对某一个质疑做出深度辩护，而是要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另外，千万别忘了，你要争取的目标对象是围观的第三方，他们缺少足够的耐心跟你进行一次深入而复杂的思考。
所以回应的内容要简短，符合常理，让第三方一听就懂。这样才能让他们始终保持关注，并且对你的计划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。这是赢得认同的第4个原则，叫做简洁有力的回应方式。第2部分，即便有过多次惨痛失败的教训，你可能仍然没法说出反对派到底是使用了哪些伎俩来给你挖坑的。缺少这方面的归纳总结，我们就没办法在下次上场前做到知己知彼。本书的作者根据多年的变革管理经验，总结出了这样一个观点：反对派的那些说辞看似五花八门，实则万变不离其宗。他们总是会有意无意地用到4种抨击手法。第一种是制造恐慌。大多数人对于变革，对于不确定的未来，本能地抱有一种谨慎的态度。利用这一点，反对派喜欢把一些负面的可能性讲得比较夸张，目的是引爆人们的这种谨慎，让它转化为焦虑甚至是恐惧的情绪。这些消极情绪让人视野狭窄，排斥新鲜事物，你的计划会因此而丧失大量的支持。对这种制造恐慌的说辞，你有2个方面可以入手。首先，你可以总结出对方的思维模式；其次，你还可以借力打力，按照他们的思维模式举出一个明显荒谬的例子。第2种，无限拖延。对于反对派来说，无限拖延是最简单好用的一种手法。我不需要说你这件事不能干，但我会说你做这件事还不是时候。时间一拖再拖，反复拖延几次，人们就会对你的计划感到麻木了，而你会错过关键的时间节点，干事情的劲头也被消磨殆尽。无限拖延的理由通常有这么3类。首先，他们会说你的问题不重要，这时候你要能证明问题的紧迫性，让人们意识到改变是一件势在必行、迫在眉睫的事情，拖下去只会让局面变得更糟糕。其次，他们会批评你的方案不深入，就是你的方案本来很完善，但对方会故意简化，忽略其中的重点，只用3言2语来做一个片面概括，然后再说你的方案太简单。这时你需要戳破假象，讲明重点。他们还可能会拿条件不成熟来作为无限拖延的理由，这时候考验的是你系统思考的能力。他跟你讲不具备什么条件，所以行不通，你要能举出来已经具备了什么条件，而且还有什么条件我们已经在筹备中，或者有了针对性的措施。你要能在多个视角中自由切换，引导人们看到那些积极的方面。第3种，混淆视听。反对派在讨论的时候会故意讲一些貌似很深奥、很复杂的道理，让人听得云山雾罩，搞不清你的计划到底是咋回事。这对于反对派来说没有任何损失，而作为变革的推动者，你要能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赶紧做出澄清，别让反对派搞乱了大家的思路。第4种，人身攻击。有一类人身攻击的角度是故意歪曲你做事的动机，以此来诱发人们的不满和怀疑。如果你做不出有效的回应，受影响的可能不只是这一个计划，而是未来很长时间人们对你的信任。有效回应人身攻击的难点在于，反对派的说辞很容易让你无法忍受他们的嘴脸，忍不住用嘲讽或者愤怒的方式怼回去，或者你也想用人身攻击的手法来对付他们，这都是错误的做法。回应人身攻击，首先要保持风度，这样你才会在人们的心中占领道德的制高点。其次，你要表达你对第三方的重视和诚意。在表达了诚意之后呢，你还可以搬出一些有影响的权威人士来为你站台，这就是对人身攻击手法的巧妙回应。以上就是认同的主要内容，感谢关注陪你读书，欢迎点赞分享，同时可以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陪你读书的更新会第一时间提醒你。我是主播杨杰，我们下期再会。